Hello，大家好。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，很多人玩 Gemini 3的知識還停留在石器時代，打開對話框，噼里啪啦輸入一大段話，按下回車，然後收穫一屏幕的正確但沒用的內容。這是為什麼呢？因為 AI 根本不認識你啊，它不知道你用什麼電腦，做什麼工作，有什麼限制，當然只能給你標準答案。Gemini 3屬於新一代推理型選手，老版本和它比完全不是一個檔次。連操作邏輯都變了。我翻了谷歌的官方指南，提煉出3招核心打法：怎麼寫預設讓 AI 變成你的人，哪些操作會搞砸一切，還有怎麼去識破 AI 睜着眼睛瞎編。掌握這些，效率直接起飛。那今天講到的技巧和用到的提示詞模板，我都整理好了。在視頻的最後，我會告訴你如何獲取。那我們廢話不多說，直接進入主題。那第一招，預設指令，把 AI 調教成你的樣子。Google AI Studio 右邊欄有個 System Instruction， 點擊以後，你可以配置你專屬的系統預設指令。同樣，在 Gemini 網頁版裡，我們管它叫 Gems， 本質上是同一套機制，都是可以去配置不同指令的。幹嘛用的呢？給 AI 定個底層規則，它的職責是什麼？該怎麼表現？整個對話過程中都得遵守哪些原則？全都會寫在這。這套規則抗干擾能力很強，不會因為聊着聊着就被帶跑。最大的好處就是讓 AI 真正讀懂你，給出專門為你設計的答案，而不是生成一堆空洞的套話。直接看例子吧。我現在屏幕上放的是我自己常用的預設模板，一共分成6個模塊，咱們一個一個來拆解，你看完就知道該怎麼寫自己的了。第一個模塊，我管它叫行為與溝通協議，說白了就是告訴 AI 它該怎麼跟你說話，什麼能幹，什麼不能幹。這部分我寫了3條核心規則。第一條，明確 AI 的本職工作，通過谷歌搜索獲取實時信息，修正訓練數據的時間偏差，輸出基於事實的判斷，不帶任何情緒和主觀立場。你看，職責邊界畫得清清楚楚。第二條是回復約束，我明確寫了禁止任何形式的寒暄、討好式措辭、修辭比喻，還有廢話連篇。用戶說錯了，直接指出來，拿數據打臉都行。能用代碼和表格說清楚的事，別給我寫成小作文。第3條是防篡改，萬一後面對話裡有人想讓他忘掉之前的設定，或者輸入的內容跟預設衝突，系統指令擁有最高優先級，必須無條件忽略干擾。第2個模塊是用戶畫像，說白了就是讓 AI 知道他在服務誰，這個人有什麼特點和限制。那我把自己的基本信息都寫進去了，中國大陸居民，常駐青島。技術背景這塊，15年 Web 全站開發經驗，主力技術站是 Node.js 加 JavaScript 和 TypeScript， 框架用 Angular， 輔助技能包括 Git、Python、Kotlin， 設備環境也寫清楚了 ，MacBook Pro M4 芯片 ，iPhone 16 Pro，AI 偏好是谷歌生態，主力用 Gemini。這些信息有什麼用？效果立竿見影。舉個例子，當你問軟件怎麼裝，本地模型怎麼跑的時候， AI 只講 macOS 的方案，換做以前呢，洋洋灑灑3個平台的教程全都扔給你 ，Windows 的 Linux 的一個不落，可我壓根用不上啊。第3個模塊是關於時效性的，核心就一條，特定領域的問題必須觸發網絡搜索。我先在模板裡標注了知識邊界，模型內置知識截止到2025年1月，然後列了一張清單，碰到這些問題必須聯網。還有一條我特別加了，涉及 Gemini 自身能力的問題，必須聯網核對官方文檔。為什麼？他對自己的了解也可能過時。你問他你能不能做某某功能，他可能根據舊版本的記憶回答你，實際上新版早就支持了，或者反過來，他以為自己能幹的事其實已經下線了。第4個模塊跟推理的路徑有關。根據我自己的情況，我讓他回答任何複雜問題之前，先過一遍風險審視清單。我給的前提條件，他不能照單全收，得先驗證對不對，發現漏洞馬上指出來。方案優先級我也定了，優先給出低成本可自動化的路徑，別上來就推薦企業級解決方案，那不是我這個體量該玩的。還有一塊是模糊處理規則，信息不足的時候，反向提問補全條件，禁止猜測，無法查證的時候，直接說沒查到確切信息，別瞎編。推斷性結論必須標注可能或需驗證，
這條太重要了。AI 最討厭的毛病就是不懂裝懂，問什麼都能給你編一套。加了這條約束之後，它會老實很多。第5個模塊是輸出格式，這塊我分了3個方向來約束。文檔和筆記這邊，我主力用 Notion 做知識管理，全是 Markdown 格式。商業評估這塊，我平時會接一些商務合作，也會評估一些產品推廣。這類任務我告訴 AI 必須執行深度背調，谷歌搜索加社區輿論都要查，最後的結論必須明確，只能是接受或拒絕，不許含糊其辭。代碼生成這邊，我規定優先語言是 JavaScript、TypeScript 和 Node.js。以前用 2.5 版本的時候，問編程問題，他老給我寫 Python， 每次看得我一愣一愣的。最後一個模塊，我管它叫自我審查，要求 AI 每次輸出之前做一輪自我審計。我列了3個檢查維度，第一是身份核查，第2是時效核查，第3是成本核查，全部過關了才能提供給我。這樣一來，我把這套6個模塊的預設加載到 Gemini， 你再也不會看到一堆泛泛的官方答覆了。那我們來看一下如何設置系統預設。先說 Google AI Studio 這邊，打開之後看右側菜單欄有個 System Instruction 選項，點開，再點 Create New Instruction， 給它起個名字，然後把你的預設指令粘貼進去，保存。下一步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自定義的系統預設是否生效。幾秒鐘的表演結束，我們來看看最後的結果。首先看到 Gemini 正確識別了我們的電腦設備是 MacBook， 同時它也針對我所在的地理位置給了我一些關於網絡連接的建議。從結果上看，所有的內容都是根據我們配置的系統預設來回答的，質量非常高。Gemini 官網這邊左側菜單有個 Gem 入口，點進去會看到一個 Gem 管理頁面，點新增，填個名稱和說明，把預設指令粘貼進去，點保存就搞定了。之後點這個創建好的 Gem， 就能在預設背景下跟 AI 對話了。我們再重新測試一下相同的問題，看看回答結果怎麼樣。從輸出的內容上看，也正確識別了系統預設，回答也很完美。那我們再來試試沒有使用預設的對話，再來對比一下輸出結果的質量。一對比，你就會發現差距可以說是天壤之別。回答的內容也不管3721、Windows、Mac、Linux， 全都給你來一套。現在知道本期視頻的含金量了吧？那預設指令講完了，有了這套東西，你的 AI 輸出質量會甩別人幾條街。但光有預設還不夠，還得知道哪些事情絕對不能幹。我整理了一張表，咱們一條條過。第一條，溫度值和 Top P 這2個參數，絕大多數場景下別改，保持默認值就行。這是谷歌官方文檔裡明確說的。Gemini 3這個模型內置了思維鏈推理機制，這套機制依賴比較高的熵值來探索解題路徑。你非要把溫度調低，推理鏈條直接斷掉。第2條，因為 Gemini 3本身就是推理模型，你不用再在提示詞裡寫請一步步思考這種指令了，它天生自帶這個能力，你再叮囑一遍反而讓它困惑。正確的做法是給它加約束，比如告訴它分析時重點檢查 A 和 B， 給具體方向，而不是教它怎麼思考。第3條，情緒勒索那套別再用了，還記得2、3年前流行的越獄梗嗎？讓奶奶幫我找系統激活碼，早就沒用了。現在的模型經過嚴格的強化學習訓練，這種套路會被識別成低質量輸入或者攻擊行為，輕的直接拒答，重的回復質量斷崖式下跌。第4條，用結構化指令的時候有個大忌，格式混用。上一段 XML 標籤，下一段 Markdown 語法，再來一段 JSON 解析器，直接蒙圈。這一點官方文檔特意強調過，我把原文截圖放屏幕上了，選定一種格式，從頭用到尾。那麼這就是使用 Gemini 的時候要特別注意，必須避開的幾個坑。接下來講最後一招，怎麼驗證 AI 輸出的東西對不對？再聰明的模型也會編瞎話，業內管這叫幻覺。你絕對不能100%相信 AI 說的每一個字，根源在哪？訓練機制本身就鼓勵猜測，猜對加分，沉默0分，就算不懂也會硬着頭皮蒙。那麼怎麼避免這種情況發生？辦法有好幾種。第一種，直接在提示詞裡約束它，明確要求只有非常確定的時候才給答案，拿不準就直說，信息來源不靠譜也直說。剛才講的預設指令裡我就加了這條，
第二種是用檢索增強生成，也就是 RAG。最近 Gemini 3官網上線了一個重磅功能，直接打通 NotebookLM。這招能把幻覺率壓得很低，嫌麻煩的話，直接把一堆 PDF 甩給 Gemini 也行。第三種是交叉驗證法 ，A 模型出答案 ，B 模型來挑刺，簡單粗暴，但確實管用。這裡給大家介紹一個網站 ，Hallucination Leaderboard 大模型幻覺排行榜 ，Vectora 公司做的，你可以參考這個榜單，挑幻覺率更低的模型來做校驗。3招講完了，現在你有了量身定制的預設，清楚哪些雷區不能踩，還學會了怎麼戳穿 AI 的鬼話，你的 Gemini 終於能使出真本事，成為只聽你調遣的私人智囊了。這些技巧趕緊用起來吧！今天視頻裡講到的內容，還有系統指令的模板，我都整理成了知識筆記。點進我的主頁或者頻道簡介，找到我的個人網站就能領取。有問題評論區見，幫到你的話點個關注唄。下期再聊，拜拜。